他们途经岭南的边沿地带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些老弱妇孺，青壮年估计都拉去上战场了。在经过一个大村庄时，他们的骡车被人拦下。顾老六，哎，是我，李正叔。你不是去北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过来办点事儿。李正叔，我赶时间，就此别过。就在顾老六要离开时，他问了句：破晓和明晓现在好吗？他们很好。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被战乱波及的话，确实是过得很安稳。想来应该是也没被波及到的。有长乐在，还有神医的山庄也在那里，应该是太平的。可以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，我和我闺女没和他们一起。李正眼里的希望破灭，站在路边一时有些无措。他以为是顾老六不肯告诉他，便也没有再问。爹，刚才那个是顾老六？是。那你有问到我大哥和二哥在哪里吗？你也是尽快想办法找到我大哥和二哥吧。你是有儿子的人，又不是没儿子，还要外嫁女和女婿来给你们养老。李正悲从心来，老眼里泪花闪烁。是啊，他有儿子呀，可是怎么就成了如今这番境地了呢？他在心里做了个决定，打算和老伴北上找儿子。可茫茫人海，又能上哪里去找呢？再说长安和顾老六远离村庄后走上官道，一个15、16岁的少女突然从旁边草丛跑出来，少女跪在地上使劲磕头。这位爷，求你救救我！顾老六漠然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拉了一下缰绳，骡子绕过少女往旁边离开。少女见状立即跑上去拉住车厢，长安打了一颗小石头出去，少女吃痛惊呼一声就松开了手。骡车跑得很快，他追了几步都没有追上。哎呀，闺女儿，你说爹是不是长得太好看了？怎么就那么招人稀罕呢？瞧瞧，就走个道就被人盯上了。长安很是无语，不过他家老六爹确实长得好看，哪怕是穿着粗布麻衣，那通身金贵优雅的气质，没人会把农夫二字与他联系在一起。当然，金贵优雅也仅限于他装逼的时候。他一笑，妥妥的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一看就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很容易让人忽视他那俊美绝尘的长相。如果是在吃饭时被人看到，不提也罢。路上都是顾老六碎碎念的自夸。银狼从车厢里跑出去，看路啊，憨货！爹，要去宜州看看吗？不去了，我们早些回去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回去的路他们走的倒还是挺悠闲的，应该是了却了心事就放松了下来。银狼带路，他们也没有再进过城，走的都是小路。他们走小道也挺好的，路上打打猎，采点野菜，下雨了就进山找找蘑菇，巴适得很。就是吧，你越舒心，途中就总会有人跳出来添堵。就像前面这座江湖侠士打扮的一男一女，男的看上去倒是挺正常的，他怎么在这女的身上看到了脑残霸总的影子？说吧，多少银子买你们的骡车？父女俩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他。阿荣，前面城镇不远，我们自己走过去也费不了多少时间。一步路我也不想走，我就要坐车。你去买下他们的车，我不缺银子。男人没有听女人的话，他尴尬地跟父女俩道歉。实在是抱歉，我未婚妻从小被家里人宠坏了，她并无恶意。郭老六颔首，冰冷地看了女人一眼，便赶着骡车离开。只一眼，正在散发王八之气的女人突然如坠冰窟，她僵硬地转动眼珠子，一时竟然卡壳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顾老六和闺女儿本来是想在这儿午休的，没想到突然窜出个脑子有病的打扰他们。这个女人的灵魂气息散发着恶心的味道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臭鱼烂虾在这冲贵人。虾？完了，
他在南海把这事儿给忘记了。闺女儿，我们还有多少虾没吃啊？长安一下没转过弯来，怎么就跳到吃虾上面了呢？还有20-30斤的样子。我做好的烤虾仁还有5小袋。哦，好吧，你要省着点吃了，等回去我再出海去捞。他和闺女儿都喜欢吃虾，消耗的就比较快，完全没意识到大部分是他吃完的。父女俩往前行了一段路，找了处平坦背阴的地方停下休息。长安拌了一大盆凉面，他自己盛了1海碗，剩下的连盆一起给了老六爹。顾老六抱着个比他的头大2倍的盆儿，吃得贼拉香。这盆儿是长安以前用来洗菜的，后来就成了老六爹的饭盆。他觉得这样挺好，不用一小碗一小碗的盛，一盆解决所有问题，饭菜装一起拌拌就能吃。吃完饭，长安翘着脚脚躺在草席上休息。顾老六盘腿坐前面，把他挡在身后，在一旁闭目养神。银狼独自进了山。中午他们休息时间长，他便会放心进山里狩猎。顾老六感受到福地的动荡，他分了一缕神识进去，发现龙珠在那里蹦跶，他一下把它捞进手里。你干嘛呢？龙珠蹭蹭他的手，又在他掌心蹦跶了几下。顾老六温柔地戳了一下他。不行，宝宝现在是凡人，你不能出去，还不到时候，没有契机，再等等，可好？龙珠像是生气了，飞起扑通一声没入灵泉里，不再搭理顾老六。他只是柔声轻笑，没去打扰他，离开了福地。申时他们准备套好骡车赶路，银狼也带着猎物提前回来了。2只野鸡是带给长安和顾老六吃的，他自己是吃饱了才回来。夏末时他们离开了南方，因为一心想回家，倒是没有再到处浪。银狼也很给力，长安总感觉他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，好像变得更加聪明。难道出来溜达一圈，动物可以长智商了？他竟然学会了狗叫。现在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面领路，遇到人还会假装是狗，汪汪叫2声迷惑路人。这狼他成精了。过了战争地带，父女俩有时也会进城休息。这天顾老六突然想起他闺女都2年没买新衣服了，到凌晨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城。其实长安的衣服买不买都没事儿，之前买的能穿到15岁，这不因为没长高穿不了，就只能来来回回的穿旧衣服吗？他现在不想要什么新衣服，他重金求长高偏方。进入临城，长安就下了骡车，反正不赶时间，他就想逛逛。长安在一处卖面具的摊子前停了下来，银狼跟在他身边，他停下，他便蹲坐在一旁等着。他拿起摊子上一个露着獠牙的恶鬼面具戴在脸上，转头问蹲在身边的银狼：好看吗？突如其来的鬼脸把银狼吓了一跳，差点没蹲稳，倒在地上。这摊子上有小兔子，有狐狸，再不济还有个小猪面具，他愣是一个没看上呢。狼哥，我迟早要交代在你们父女俩手上。看银狼的反应，长安就知道这面具是个好的，必须买。然后又给老六爹买了个小兔子面具。旁边老婆婆摊子上的发簪做得很漂亮，简约朴素，没有铺子里那些复杂繁琐。婆婆，这只簪子怎么卖？是赠品。啊？他什么也没买呀。旁边卖面具的是我夫君，你买了2个面具，我送你1只簪子，也可以在我这儿买2只簪子，然后到我夫君摊子里选一个面具。面具摊子的老人对着长安微笑着点了下头，他又拿了1只男款的木发簪。老婆婆看了一眼，男款的簪子是黄花梨木的，长安随手一拿就拿了只好的。男款的这只当赠品送给你，女款的那只你给我1两银子。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取悦自己，送给男人的心意到了就行。婆婆，这是送给我爹的，给个赠品不太合适吧？
长安指了一下牵着骡子站在不远处等着他的老六爹。老婆婆慵懒的抬眼望去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点憨。没事儿，这簪子很适合你爹。告别老婆婆，长安拿着发簪回到骡车旁，把发簪递给顾老六。爹，送你的。顾老六接过去细细打量一番，木簪刻着祥云图案，还散发着木香味，长度有18公分，当个武器很合适。然后他特别珍惜的收进怀里放好。谢谢闺女。爹，要不我们先找个客栈安置下来再出来玩？不用，你去玩吧，我碍事。他们路过一家点心铺子，香味都飘到街上来了，直接就把顾老六给勾搭了进去。他想多买点，没想到人家限购，长安多出了点银子，也只买到3份。若是按常规，他们只能买1份。爹，你觉得这个糕点很好吃？不是特别好吃，也不算难吃，不过比你种的红薯好吃。他要这样比的话，他也无话可说。一个藤球滚到了顾老六脚下，他想也没想，抬脚踹，藤球咻的就飞出去老远。追藤球的孩子蒙圈一瞬，然后哇的哭得好大声。顾老六僵硬的低头看去，是一个只比他膝盖高一点的小男娃，仰头哭得好不伤心。两人一狼一骡子就这样看着他哭，不上前也不离开。最后小男娃被看得不好意思了，自己用衣袖擦擦眼泪和鼻涕，捏着小拳头，自以为凶狠地骂了顾老六一句：你坏！他扭着小身子就要离开，这时一个青年男人拿着藤球走过来，他蹲在小男孩面前，严肃地教育他：出门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不能在街上玩藤球吗？街道是大家游玩路过的地方，不是自己家里，别人没义务让着你。对不起，爹爹，是小娥错了。青年把藤球还给小男孩，还说了一句：不能有下次，不然爹爹就要收了你的藤球，以后在家也不能玩了。小娥知道了。男人起身对顾老六说道：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小儿顽劣，惊扰了阁下。顾老六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好像是他踢走了他儿子的藤球。在下该跟令公子说声抱歉，在下并非有意，一时没看清就先有了动作。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但他确实不是有意的，动作快过脑子。辞别那对父子，父女俩继续在街道上走走停停，买了一堆小玩意儿。在捏泥人的小摊子前捏了4只狼，是送给银狼他们的礼物。在离客栈还有50-60米的距离时，他们的骡车被人拦住。长安抬眼看去，哟，熟人呢！大侠，小姑娘，还记得我吗？来人不是姚公子还能是谁呢？能发天道誓言的也就这么一个，想不记住都难。大侠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？我们要回去，不可以。不可以也没关系，相逢即是缘分，我请你们吃顿便饭。不用。郭老六觉得他很吵，神情越发冷漠。你们也要住这个客栈啊？刚好我也住这儿。姚杰星上前就要帮顾老六牵骡子，顾老六躲过他的手，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儿。哎，别进深山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当初他也不知道会因为一个誓言与这人牵扯上，如今救他一命，算是了断这份因果。当然话是告诉他了，至于他自己信不信，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。姚杰星愣了一下，有些不可思议。大侠果然是高人，他都没说就知道他要去西南深山。不去，正好我也不想去。顾老六没有再说什么，绕过他就离开。傍晚时，顾老六一个人出了客栈，前往不远处的成衣铺子。这时成衣铺子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顾老六一个大男人出来给闺女买衣服，属实是少见的很。掌柜和伙计一时都有些没反应过来，知道自己有些失礼，掌柜忙上前赔不是。哎呀，公子莫怪啊，是小的见识浅薄。无碍。顾老六并没有觉得有什么，
这个世道，父亲出来给女儿买衣裳本来就少见，更何况还是13岁的大闺女，这都快及笄了，放在别人家都已经相看婆家了。若是父亲还出来给闺女买衣服，容易被人诟病。但父女俩都不是守规矩的人，作为凡人时的闺女确实是大姑娘，但若回归到本体，她现在最多5岁。人100年一世，龙100年一岁，她闺女还小着呢。长安还不知道活了2辈子，她还是个未成年，想想有多心塞吧。顾老六才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他，他又不是买衣服不给银子。糟糕，忘记私房钱不多了，没问闺女要。看着选了一堆的衣服，兜里那10两银锭子肯定是不够的。他从怀里摸出一把珍珠，每颗都有小拇指那么大，难得的是大小一致，颗粒饱满有光泽。我用这个付账，掌柜，你看值多少？掌柜是个实在人，只拿了1颗。公子，1颗足矣。顾老六选的都是些穿着舒适的细棉布衣裙，一年四季都买了，看似很多，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银子。小伙计帮忙把衣服打包好，顾老六拎着个大包裹就出了铺子。回到客栈的房间，他把2包衣服扔桌上，刚喝了口水，长安便问道：爹，你10两银子怎么买这么多啊？他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属实没想到花了银子还要解释，这银子是哪儿来的？在南海的海底里捡了几颗珍珠。说完，他就从怀里掏了一把刚才买衣服的那种珍珠出来，想着能给他闺女串条手链。长安看了眼，就让他自己收着，想了想，又多给了他2锭银子。不是他不想多给，而是给了他也没地儿放。他是不知道他爹有一个半生空间，有一方小世界那么大，给多少都能放得下。不过老六没有打算告诉他，他很享受现在的啃小生活。他们只在临城停留了1晚上就离开了。在他们离开后，姚吉新也随之离开。当然他们的方向不同，各回各家。从凌晨出来后，他们就没再路过城镇，还是觉得走小路更有趣。因为有银狼经常进山打猎，他们也不缺肉吃，倒是省了顾老六不少事儿，每天都等着银狼来投喂。这天银狼空着爪回来，身上还有血，父女俩以为他受伤了，按着他翻来覆去的查看，发现身上没伤口。这血哪儿来的？快跟狼哥走，打到大家伙了。长安见扯着老六爹的裤腿往前带，他立即收起车厢，牵上骡子跟着。看着骡子，长安再次开启找大爷模式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还在不在？大爷，你是回家结婚还是干啥了呀？你是不是不打算管我啦？都消失多久了，直接不见人。他们一直跟着骡子往山里走，大概有半个时辰，终于见到了银狼的战果，是一头大野猪，有300来斤的样子。厉害了我的狼哥，一只狼干翻一头大野猪。银狼傲娇地扬了一下头，长安似乎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小意思。大路，找个有水源的地方，先把猪给收拾出来。他们离有水源的地方不远，现在没有干旱，有银狼带路，山里的水源很好找。山涧的水很清澈，对岸还有棵野葡萄，不过上面已经没有几颗果子了，地上掉了一地，还有的被鸟儿吃了的。长安淌过山涧，捡了2根葡萄藤种空间里，然后又挑挑拣拣摘了些熟透的葡萄。顾老六收拾野猪简单粗暴，猪头不要，内脏也不要，包括4只蹄子也砍了扔掉，他嫌收拾起来麻烦。这头野猪他们和银狼对半分，收拾好后暂时被长安收进了空间里存放。见这处景色挺不错的，现在也晚了，他们干脆在山里过夜。长安把野葡萄拿出来给老六爹吃，他空间的冰箱里没有葡萄，只有梨和苹果以及西瓜。顾老六一边吃葡萄一边烤五花肉，长安在空间里煮青菜汤。
他就发现老六爹特别喜欢吃烧烤和火锅，都是些重口味的食物。不过他也喜欢，反正不会上火，怎么吃都行。也不能全吃烤肉，还是要配上青菜的，大白菜、西兰花安排上。银狼在一旁啃着生肉，吃饱后又窜进了森林，撸串看星星，这样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。爹，你说我们是一直住在这里好呢，还是搬出来住？北地已经算是太平了。闺女想搬出来吗？他想最好不要搬，就住在那里，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那个契机就来了，他们不适合住到闹市去。不想搬，住那儿很好。他是怕老六爹觉得住山里无聊，不如外界来的热闹。那便不搬。父女俩一边吃着烤串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长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片段，他顿了一下。爹，除了子集，你还认识别的龙吗？一条特别大的龙，从刚才闪过的片段里，有子集2倍大。郭老六被他问得呛了一下，不停地咳嗽，好一会儿才哑着说道：认识。他喝口青菜汤顺气，撒谎也没用，最后都会知道的。我说呢，我好像在海里看到，不对啊，为什么会是在海里看到？长安觉得他断片的那段记忆是在海里，那他什么时候下过海呢？是老六爹去南海时吗？应该就是了。那他认为的幻觉应该是真实所见，但是那条龙是谁他不知道。好得很，从来没往他爹身上想过。算了，可能是他脑子里进了水，等水蒸发干净，说不定就能想起来了。见他没继续追问，郭老六也没打算说，要是他说那条龙就是他，闺女要他现场变个身可咋办？现在可变不出来。深夜时，银狼才从山里回来，这次他没带肉，而是带了一个挂满野果的树枝。果子不大，只有圣女果大小，红彤彤的，很漂亮。长安突然想到以前在书上看到的，山里越漂亮的果子越不能吃，因为它有毒。狼哥这是厌烦了他们，想来个深夜灭口怎么的？郭老六摘下一个看了看，然后扔进嘴里吃了。长安都没来得及阻止，不过看老六爹连吃5、6个都没事儿，看来这果子是能吃的。闺女儿，爹试过了，能吃。说完他又往嘴里扔了一颗。爹这还没洗呢，说不定有虫子蛇什么爬过。郭老六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，默默地把所有果子都摘下，然后拿到旁边的山涧去洗。果子很甜，他们没有一次吃完。大晚上的该睡觉了。夏天的水边草丛里有很多萤火虫，银狼在那里跑来跑去，惊得萤火虫全都飞了出来。长安想在山里过夜是对的，不然哪能看到如此美景。他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逗乐了郭老六。他起身走向草丛，伸手挥舞了2下，然后捧着手回来。闺女儿，快拿个罐子里出来。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个玻璃瓶，郭老六把抓来的萤火虫放进去，然后盖上盖子。萤火虫在玻璃瓶里闪闪发光，把瓶子衬得特别漂亮。2人1狼玩得很晚才休息，伴着山里的虫鸣声直到天明。山里晨露重，他们等到出了太阳才离开，不然容易沾一身露水。树叶开始凋零，天气转凉，已经是秋天了，他们还没回到家。路过田野时，到处是忙得热火朝天的人，虽然累，但是个个脸上都扬着笑容，看来是个丰收年。他们今年倒是偷懒了1年，地里应该长满了杂草，来年要种地还得先除草。回家的路上看了一路秋收图，在离家最近的那个小镇上，他们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是那人先认出了顾老六。嘿，顾叔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。大柱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和谁一起来的？你爹呢？顾老六看了一下他身后，没有看到阿庆。大柱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是和村里人一起来的，来这里进点海货回去卖。
我们村里人一起在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吃食铺子，我们在各地收罗不同的特产回去卖。来，到前面茶楼说。郭老六先赶着骡车过去，大柱开心的在原地蹦跶了2下，然后连忙跟上。他的小伙伴追上他。大柱啊，你们认识啊？你们先去收货，记得要收干货，我们才能运回去。到时我们就在前方茶楼会合。茶楼里，顾老六和长安已经在那儿等着，点了一壶好茶，2碟子点心。等他过来坐下，长安起身给他倒了碗茶。大柱有些害羞地道了声：“谢谢啊。”不了解你的口味，就点了茶楼里2样招牌点心。你吃吃，这个虾饼还不错。你爹身体怎么样？我爹很好，现在在城里的铺子帮忙。刚才说铺子是村里人一起开的。是的，我想穷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差不多嘛。如果我们家突然生活好了，不是容易遭人妒忌？索性在村里募捐凑份额，赚到银钱大家一起分。而且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对我们家也很好，正好我缺人手，就想着何不大家一起发家致富。挺好。顾老六觉得阿庆的这个儿子是个聪明的崽儿，前途无量。我再给你买一份虾饼，你带回去看看能不能自己做出来，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。长安又把如何炸虾球详细说给他听，看他记得有点迷糊，顾老六找小二要来笔墨纸砚，给他当场把方子写下来。大柱小心地把方子叠好，收进怀里。这可是财富，他是打算另外再开设别的铺子的，总是要分开的。他把村里人带了出来，剩下的路就看他们自己要如何去走了。这会儿他就在想，要如何保证吃食能够长途运输呢？他要做到让天下人都能吃到。长安提醒了他一句：先顾好眼下的1亩3分地，稳扎稳打，以后是做食品加工还是到各地去开设分铺都行。他又叫老六爹给大柱写了一张做月饼的方子，当然这个他能不能做出来，那就靠他自己去琢磨了。就这2样就够他去经营。长安没有多写，月饼可以扩展出很多口味，要他自己去思考。他只是给他一条路，这条路能走多宽，全看大柱的脑瓜子怎么样了。能不能守住这2个方子，那也要看他自己的本事。这些事儿他们都不插手，这是他成长路上该经历的。顾老六让小二打包了一份虾饼给大柱，得知他连午饭都还没吃，父女俩又带他去面摊吃了2碗面。顾老六想了一下，还是问了他：要去我家玩2天吗？这时大柱倒是又为难起来，去的话他的小伙伴怎么办呢？不去的话好像又有些不好。顾叔，您家在哪里啊？远吗？是这样的啊，和我一起来的有5个人，他们现在去收货了，我这也不能扔下他们独自离开。没事，还会有见面的机会，你先忙你的事，下次过来的时候再玩也行。顾老六没有说他们住在哪里，转身去成衣铺子里给阿庆和他的家人每人买了一身衣服，让大柱带回去。这里的特产是海货，大柱本来就是来收海货的，他也不知道买些什么好，不如就每人买身衣服实用。大柱送他们到小镇口道了别，才提着包裹去找小伙伴。家里的狼和牛都不在家，3只狼应该是去放牛了。田地长满了野草，山谷的大门和他们家的门锁也被破坏。这是进贼了还是咋的？家里空荡荡的，没什么可偷的，但顾老六有好多铜板没带走，那是他卖红薯藤赚的。不好，忘记把红薯和土豆让大柱带回去种。不是刻意去做的事儿，总是容易想不起来。长安看着老六爹骡子都没关进棚里就往卧室窜，他也急忙跟进去，不会是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人偷了吧？进来就看到他爹挪开墙角的石头，然后问长安拿了个小锄头，蹲在那儿一点点的挖。长安好奇地走去，只见他没多久就挖出个袋子，他提出袋子，抖上面的泥时，袋子里的东西叮当作响，
不用看，是铜板。郭老六双眼晶亮，打开看了一下，确认没丢，他又想埋回去。对于老六爹的迷之操作，长安很不理解，但他尊重。难道这就是男人的爱好？前世他爷爷也喜欢背着奶奶藏私房钱，每次都能被奶奶发现，但他还是乐此不疲。他都耗了他好几波了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藏不了的地方。长安从空间端了盆水出来擦灰，将近1年没住人，这房子落了很厚的灰。郭老六藏好自己的私房钱，就看到自家闺女在，他的秘密被发现了。你就不该问我要锄头，能不发现吗？他龇牙傻笑，强行解释，留点家底儿啊，要是哪天我们家没有银子了，这些铜板还是能顶用的。不可能会没银子的，10辈子都花不完。闺女，我来打扫，你去一旁歇着啊。长安嘴角抽搐了2下，把抹布给他，然后去了自己房间里打扫。还好房子不大，没用多少时间就打扫完了，把生活日用的东西从空间里拿出来，又是一个整整齐齐有生活气息的家。山谷大门的门栓被破坏，郭老六让长安把打铁的工具拿出来，忙活到后半夜，重新做了把铁栓。银郎进山找媳妇儿和大舅哥，第2天上午才回来，一起回来的还有那头牛。他们没有问家里进贼的事儿，问了他们也听不懂大白他们说什么。把家里忙活好，父女俩就去了田地里除草。明年开春还得种，不能等到要种地了再来除草吧，反正冬天冷，草也长不起来。长安的空间里已经积攒了好多棉花，空间里有2个傀儡在种地，植物的成熟期短，1个月就能收一茬。现在别墅里堆着码放整齐的蔬菜、西瓜和土豆，板栗和野柿子成堆的放在地下室里的仓库里。他就爱囤东西，囤得越多越有安全感。他觉得他的空间还不够大，必须得再升级，但他找不到大爷，只能先这样。翻完地，他们还要进山砍柴，冬天的柴还没备呢。父女俩又带上银郎，另外3郎看家和放牛以及骡子。郭老六突然想，义父和媳妇儿的骨骸还在闺女空间里。闺女，把你空间里那个装了旧棉被的箱子拿出来。空间里有2个装了旧棉被的大木箱子，长安全都给他拿出来，放在了他的房间里。郭老六在其中1个箱子里拿出2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，一起背着进了山里。爷，你背着的是什么啊？进山砍个柴又不是搬家，需要背上行囊吗？你娘和你爷爷。你说什么啊？你娘和你爷爷呀，逃荒时把他们请出来了，现在我给送回去。我现在才知道。看老六爹习以为常的样子，他不会是不止挖过他媳妇儿和爹的坟吧？那你要聊到这个，他就有精神了。想当年别说坟了，皇陵他都不止挖了2个。在他记忆被封印的那几世，他搞事的装备就是从皇陵里挖出来的。顾老六把他媳妇儿和爹背到了那个被小渔村村民放弃的山谷里，他放下包裹就开始挖坑。闺女，你去一旁玩，很快就好。长安也没敢等着，他开始砍柴，一个在挖坑埋媳妇儿和爹，一个在不远处砰砰使劲砍柴。墓碑上只刻了姬萧生之墓，张木清之墓，然后再无其他。这一世的因果已了，墓碑上不能带上他和他闺女的名字，可别再牵扯上了。这劫他都渡麻了，再来一次真能要他老命了。墓碑立好，他叫来长安，给他们俩一人各磕了3个头。长安拿出蜡烛点上，给老六爹准备的炸鸡腿也匀了2个出来，在2个坟前各放了1个。想着他空间的香过期了，也就没拿出来，别给这俩吸中毒了。他一转头就看到他爹悄咪咪的伸手去他媳妇儿坟前拿鸡腿。爹，你干嘛？顾老六立即把手收回来。我给摆正一点儿。
说完，他还肯定地点点头。你看我信不信？长安轻叹一口气，他怎么就有个这样式儿的爹呢？造孽呀！从空间里另外拿了一个炸鸡腿给他，这本来就给他准备的，长安没说只有5个，现在分出去俩，他就只能吃3个了。还是别告诉他好，不然他敢肯定这坟前的2个鸡腿他会拿回来。安置好2个故人，父女俩就在这个山脉里砍柴。长安再砍整砍下来的树砍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长安再把砍成段的木柴装进空间里，回去后再拿出来劈。父女俩和银狼就去了更深的深山，去那个天然野牛场炖牛肉。当然也不只是炖牛肉，在山里还打了些野鸡野兔，运气好今年猎到2头野鹿。野牛场那里多了很多野山羊，这羊肉也可以囤上许多。他们宰了5头牛10只野山羊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个地方。长安没有发现他老六爹往半身空间里装活牛和活羊。没有下雨，山里采不到蘑菇，这让长安有些失望。小鸡炖蘑菇很好吃的，差点忘了，他冰箱里有香菇，也行吧。柴和肉都准备够了，父女俩商量着捞虾的事儿。这茫茫大海又不是小水沟，怎么捞啊？然后长安从空间里拿出竹子，让老六爹编织2个鱼笼放浅海去，看能不能装到虾和蟹。为了囤虾，父女俩天天赶海。还好他们的小渔船没被偷，做好鱼笼就去海里放。2个憨憨没放饵，主打的就是愿者进笼。好在这片沙滩很少有人来，他们每天赶海都能有不错的收获。夜里顾老六趁长安熟睡，一个人悄摸摸地起床出门。他来到沙滩上，手放进海水里，一阵光芒闪过，沙滩上就涌上来密密麻麻的大虾。他抬手一挥，全装进了半身空间，想着明天还是把空间的事儿告诉闺女儿吧，真的是不说的话不方便她吃虾。闺女知道了应该也不妨碍她啃小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是为了能实现吃虾自由，她打算自爆。就这样来来回回3次，顾老六往空间里收了不少虾和蟹，收获满满，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去睡觉。他刚要转身离开，一只大王八爬上了海滩。哦，不对，这应该是龟，是真的大，都能驮人过海了。都说千年王，这玩意儿怎么还在这里？当初这个世界大清洗的时候，这些个老怪物以及山中精怪全给转移走了。至于躲在南海的蛟龙，顾老六想了一下，应该是与宿命有关，这不成小趴蛇了吗？这老乌龟一爬上岸，天空就降下9道天雷，劈得他直冒烟。哎呦我去！顾老六急忙跳开，抬头向天空怒喊一声：你就不能看着点劈啊！顾老六这一喊还真有效，那种殃及池鱼的乱劈法收敛了不少。他看着这只万年乌龟被雷电往死里劈，万年的修为眼看就要消散。劫是这只乌龟该受的惩罚，早在700年前就该离开这里的，谁让他躲起来呢？这下好了，被天道那傻老头当异种给劈了吧。他看着这只万年乌龟被劈散修为，变成了普通乌龟的大小。乌龟想，我是发现了契机这才出海的，没想到一上来就开大。他被天道神识锁定，根本无法反抗。顾老六走上前戳了他一下，轻叹一声：早离开不就什么事都没？找我也不能带你走啊，这不是我该干的活儿。他把小乌龟放回海里，没想到他刚放下，又是一道雷电劈下。好家伙，直接把乌龟的肉身给劈成了灰，原地只留下了一个龟壳。要不要这么狠呢？他现在就是一只普通的乌龟，你要是担心他卷土重来再修炼，把他送到修仙界去不就好了？一上来就要搞死人家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知变通的。顾老六碎碎念了好一会儿，没人搭理他，自觉无趣就回去了。接二连三的响雷把长安给吵醒，他起身往窗外看了一下，
月朗星稀，啥事儿也没有。刚要回去睡觉，就看到他爹从外面回来。爹，你干嘛去？去看鱼篓里有没有装到虾。是吗？那装到了吗？没有，明天再去看看，应该就有了。哎呀，闺女儿，快回去睡觉吧。长安没有追究，见他没事儿，转身回房睡回笼觉去。只是他刚走没2步，他老六爹又犯抽，把他叫住了。闺女儿，要不还是等一下再睡吧。你是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宣布？给我找个后娘？没有，不找后娘。亲娘都没，要后娘干什么？这是他自己用心头血和他的肉以及1000年修为孕育出来的蛋，怎么能让别人来摘他的果子呢？想得美，绝不可能。长安见他那不正常的样子，像是给他找个后娘他很吃亏一样，没有 get 到他的脑回路。他回屋里拿出颗夜明珠放在饭桌上，随意拉了个椅子坐下。爹，你要说什么就快说吧。郭老六抓起长安的手，眨眼间他们就来到一个让长安感觉很炸裂的地方。光秃秃的山脉，歪七扭八的小木屋，用玉石砌成的水池里面养着一池虾。荷花池里的荷花被薅得光秃秃的，只有干干在池子里迎风萧瑟。广阔的土地寸草不生，远处的野牛和野羊饿得嗷嗷叫。长安感觉到地面震动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和老六爹回到了外面的房子里。闺女儿，我也有空间，我们都能进去。你怎么会有空间？还是生命空间？就上次去海南时突然有的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哎呀，这不是忘记了吗？顾老六有些心虚，眼神乱飘。看他爹这傻样，应该是还没激发反派因子，怎么感觉有点失望呢？呸，可不能，他们是要苟起来种地的。行啦，信你，明天就割草，你空间里的牛和羊都快要饿死去了。想着老六爹空间里一望无际的土地，空着实在是太浪费了，然后就从自己空间里揪出个傀儡，让他去你空间里种地。他空间里地少，一个傀儡就忙得过来，还有得闲。他觉得应该培养傀儡的第2技能，比如做饭什么的。郭老六看着前面站着的青年样貌的傀儡，有些眼熟。他闺女儿是偷了谁的家了？他的空间确实要利用起来，没过多追究，管他是偷了谁的家，反正到了他们爷俩手里的就是他们的。把傀儡收进空间，长安又给了他一些玉米、蔬菜、红薯、土豆、棉花以及小麦种子。那么大片地不种稻谷太可惜了。爹，明天进山割草的时候，我们要带点棉花种子，去跟山里人换点稻谷种子。要的。长安没再管他，自己回房间睡觉去了，离天亮还远着呢。而他老六爹在想着如何才能再去偷一次别人的家，多薅几个傀儡过来种地。他自己也是会炼制傀儡的，但这个世界不是不允许吗？他也没办法，只能去薅羊毛。首先要薅的就是他亲老子，但是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有联系上，不出意外应该是跑路了，那就只能选择子集。后半夜郭老六就是在想方设法坑老子，坑小伙伴中度过。他亲老子没坑着，倒是从子集那里坑来了3个傀儡，各种奇珍异宝都薅了点过来。然后子集告诉郭老六，我要出门一段时间，归期不定，会断联，有什么事自己解决。说完就单方面切断了与郭老六之间的联系，连夜搬家挪窝。第2天，郭老六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有点兴奋过度。长安旁观他自嗨，见他把4只狼和骡子以及老牛全装进空间里，他连忙阻止。爹，你这是想要饿死他们吗？银狼还得要给我们带路呢。然后就只有银狼被放出来了。爹，4只狼都放出来了，他们会进山打猎。郭老六想想也对，另外3只狼也被放了出来，
四只狼齐齐鄙视顾老六，就他那破空间，他是怎么好意思把他们装进去的？他们没有急着先去换种子，而是看到长得茂盛的草就先割草。爹，连根挖起来，种一些到你空间里去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割了。那也得先割一些进去喂饱它们，不然刚种下的草就能被它们连根啃完。顾老六弯着腰继续割。长安觉得他爹空间不只缺草，啥都缺。他拿出锄头挖了些小树苗，然后又找了些山茶树，连根挖起。山茶树能长茶籽，可以榨油。爹，等一下金山要捉一些野鸡野兔到你空间里去养着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进山打猎了。你是不是还想养猪啊？那最好不过。不要不要，猪太臭了。爹，猪肉好吃吗？好吃，但也不能养空间里啊。这是他的底线。看他如此抗拒，长安也没有勉强。猪养不养都没关系，他空间里的冰箱能再生，他就是想着养2头猪可以吃新鲜的。不养就不养吧，你先把这些树收进空间里，那些茶树啊，另外划出一片山来种。闺女儿，这树就开花的时候好看，没什么用，种来占地方。谁跟你说没用的？它不是会结果吗？可以榨油。顾老六眼睛一亮，这个好。长安想到还有花生和大豆也可以榨油，可以再问村民换些大豆种子。至于花生，这个世界还没这玩意儿。父女俩在山里各种薅，不管暂时有没有用，反正每样东西都要薅点进空间。为了防止动物们去霍霍灵泉，顾老六让傀儡把草种得很远，砍了些木材，圈起一大片牧场，就当以后养小动物用的。捉了3对野鸡，兔子繁殖得太快，就没有多养，只抓了1对进空间，还另外给这对兔子圈了块地养着，没打算放它们去山上，别到时候漫山遍野的小兔崽子，然后到地里去霍霍粮食。空间里的4个傀儡忙得团团转。他们虽然是傀儡，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好吧，不能逮着他们使劲薅啊。从长安那边过去的那个傀儡成了他们中的老大，有条不紊地指挥3个小弟干活。当然他自己也是要干的。眼看薅得差不多，父女俩这才让银狼带着他们去找山里的村民。先找到的是买过他们红薯藤和土豆种子的。村民们看到顾老六都很热情，因为他带来的种子，他们终于不用再挨饿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来了！哎，走走走，进屋里喝碗水。大哥，你家有稻谷种子吗？我用棉花种子跟你换。哎，有，小兄弟你等等，我这就去拿。在男人进屋里拿种的时候，又有人过来跟顾老六打招呼。小兄弟，今天进山卖的啥呀？那棉花种子可以用稻谷种子来换。你在这等等，我这就回去拿给你的稻谷种子。换好种子，顾老六告诉他们来年开春再种，要先育苗。父女俩第2天又跟着银狼去了另一处，以同样的方法换种子。他们一连换了4个地方，然后便没有再换了。闺女儿，我们去那个天然牧场再收几头牛和羊。可以多收点，以后就不用经常进山了。长安觉得不能只收羊和牛，反正他爹空间大，柴也尽量多砍些。深山里树木比较密集，父女俩就在山里当光头强，枯树枝和树叶也搂了不少。他们砍够了足够烧3年炕的柴，然后才去收野牛和野羊。回城的时候又找了些野果树往老六爹的空间里移植。他们在山里待了有1个多月，都入冬了才从深山出来。长安总感觉要多往老六爹的空间里收东西才行，这样他心里才踏实。于是他又决定，爹，开春种完地呢，我们再下一次山，去城里多买点东西放进空间里。暂时还不用去买什么，粮食空间里可以种，短时间内我们还是别出山吧。好像除了吃的也没啥用的好买，都不怎么缺的样子。那就不去吧。
冬天是最无聊也是最冷的时候，这空间里没网，不然他就躲进空间里看电影去，要不还是进老六爹的空间种地去，有点事儿干总比整天发傻时间过得快点。爹，进你空间种地去。顾老六强烈拒绝，空间里傀儡在种地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去累成狗啊？闺女儿，要不我教你识字。长安想想那与他互不相识的篆字，觉得也行。然而认字学得快，写起来就要他命了。顾老六觉得教他闺女写字，还不如让他去挖2亩地呢，狗爬的都比他写的整齐好看。闺女儿，这个顾字，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？没有。那一横去哪里了？伙食不好离家出走了？也有可能是伙食太好，吃胖了进不去门。长安默默加上去。闺女儿，要不你识字就行，会不会写都没关系。他怕本来就不多的功德会变成道歉。怪他吗？说出来可能不信，他前世可是考上了大学的。还好字不是篆字，不然他就要成为新世纪文盲了。算了，写不好的就别勉强了，认识就行。反正也就是在这里活一辈子，又不是生生世世投胎在这里，就算死也没关系，文字会进化的。下辈子他投生在这里，早没有了这一世的记忆，从头再学也一样。长安又开启了他只认字不写字的生活，明显感觉他老六爹情绪稳定了下来，父慈女孝，很温馨。爹，你还记得我们的鱼篓吗？顾老六也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就收起破书。走，去看看有没有装到鱼和虾。父女俩吭哧吭哧地跑到海边，爬上自家的渔船去收鱼篓。鱼篓就放在船尾的水域，连接篓子的绳子绑在船上。顾老六解下绳子往上拉，绳子绑得有点长，拉了好一会儿才拉上来。篓子里有一只小螃蟹在横行霸道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一只螃蟹也收进空间里。第二个倒是有点收获，虾能煮个一盘的样子，里面竟然还有一只蚌。爹，看里面有没有珍珠。这蚌怎么会跑到浅水区来？顾老六嘀咕一句就开始威胁蚌。是你自己老实出来，还是我撬开自己拿？你可是想好了，自己交出来我就放你回海里，要不然我就拿了珍珠把你放沙滩上晒干。他哪里能听得懂哎？长安直接上手抢，取，里面有2颗大拇指这么大的珍珠，而且还是天然的粉珍珠。爹，别放过他，把他养你空间里面去产珍珠。顾老六觉得他闺女说的对，这珍珠漂亮，要多产点出给闺女做首饰。一只不太够，然后便听他说：去，把你的同类带上来。他把这只已经半死不活的蚌放进海里，长安觉得这有点不靠谱。爹，要是那只蚌跑了怎么办？抓回来啊。很霸气，不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怎么抓呢？父女俩对视一眼，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顾老六忘记了那只蚌没开智。要不我下海里去追回来。不冷吗？长安被海风吹了个激灵。那等来年夏天再去抓。行吧。两人就没想过明年夏天他们还能不能找到那只蚌吗？他们把鱼篓放回海里，就缩着脖子往家里跑。实在是够冷的，冷就冷吧，他还刮这么大风，这就冷上加冷。之后父女俩就3天去看一次鱼篓，当然除了下雪天会隔得久一些。他们的生活闲适安逸。这天中午，长安在准备火锅，山谷的大门被人敲响，真是敲得够用力的，但凡他敲轻点，长安都听不见。顾老六见门外站着3个人，看装扮是主仆3个，为首的应该是那名18、19岁的少年。见到顾老六时，少年有些愣神，他没想到这里住着的会是这样一个人。
少年一时有些恍惚，他竟有种在仰望神明的感觉。银狼在顾老六身边看到少年在与顾老六对视时，无形的威压让少年脸色霎时惨白。你可悠着点吧，人家也没怎么着你，别一来就给干废了。不得不说，顾老六正经起来的样子还是很能唬人的。不过他不正经的时候更多，所以他那不靠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。银狼一声低嚎，把少年的神智拉回来。少年感觉后背出了一身冷汗，本来是来找住在这里的人谈笔生意的，直觉告诉他免开这个尊口，不然容易倒霉。晚辈多有打扰，还请先生见谅。晚辈是来跟先生打声招呼，晚辈要沿着这条海岸开阔出一个海景小镇，后期施工恐会打扰先生，还请先生莫怪。顾老六眉峰微挑，这少年不简单呢，刚被他吓到了，回神还能如此镇定。你要见什么我不管，但是要离这里远点，别靠太近，不然放狼咬你们呢。少年能怎么办呢？只能笑着答应了。本来还想利用起这个海滩的，现在是想都别想了。总感觉他要是敢打这个海滩的主意，眼前的男人就会教他重新做人。砰的一声，沉重的大门关上，隔绝了少年的目光。公子，您不是说这处海滩是卖点吗？能吸引那些无聊的公子过来傻乐？不用这处海滩也能吸引他们。哎，公子，这里这么偏僻，谁没事会跑到这儿来玩啊？哎呀，你就是告诉人家，人家也找不到地儿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公子我自有办法，让这天下闲出屁的纨绔公子过来花银子。公子，您这是建镇还是建城呢？难道本公子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您见过谁家的小镇要走个3、4天才能走出去的？少年想了想，也是哦。那我就建一个最大的小镇，让那些自称为城的地方自愧不如。顾老六回到家里，长安已经往火锅放好了肉，都已经可以吃了。长安更喜欢的是用火锅烫青菜吃，肉他吃的比较少，他特意做了一个油焖大虾。此时的顾老六完全看不出刚才唬人时的样子，吃的是满嘴流油，双眼满足的眯起，像只幸福的大猫。他告诉长安刚说是要建个海景小镇，怕打扰我们，提前来打声招呼。这人还怪好的。你有让他别太靠近这边吗？说了，他也同意。这条海岸那么长，建个小镇应该用不了多少地。有没有可能是被你吓得不敢提交易呀？父女俩过着他们隐居安宁的生活，海岸外已经忙得热火朝天。江二公子是个行动派，说干就干，不拖时间。走出海岸的第2天，他就快速地召集工人，先是去当地府衙买下山地，各种手续办好，然后请当地百姓进山伐木，清理场地。外面的动静对长安和顾老六来说完全没影响。整个冬天，长安都在学人篆字，也能歪七扭八地写对一些了。长安热衷于量身高，过了1年，他就14岁了，身高一量，整个人透心凉呢，半厘米都没长。他不会这辈子就这么点高吧？爹！顾老六被长安这一声嚎叫吓了一哆嗦，连忙放下梨跑进屋里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长安一脸严肃地看着他，问道：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这故作严肃绷着的包子脸太有喜感了，顾老六差点没憋住笑。他也装作特别严肃的样子说道：哎，那肯定是亲生的，不是亲生的我也不能养啊。那为什么我长不高？长安瞥了眼他爹的大长腿，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，肯定不是亲生的。你还小，等长大了就高了，别着急嘛。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忽悠才好了，好歹让他闺女长一点，让他看到希望啊。这一点都不长，就有点过分了啊。长安总觉得哪里不对，
这儿的姑娘15就及笄了，相当于是成年了。她明年也该及笄，怎么一点都没发育呢？这一马平川的前后一个样。长安抹了把脸，待命，可能跟前世一个样，最终身高1.45米。长安自闭了。郭老六憋笑快要憋到内伤，连忙跑出屋，扛起梨就撒丫子跑去了麦田。当然还是不能笑出声，这老六捂着嘴笑得蹲在地上捶地。自闭了好一会儿的长安这才接受事实，天生的没办法，只能微笑着接受喽。他走出家门，远远的就看到他老六爹蹲在那儿捶地，跟个神经病似的。这地去年秋天不是犁过一遍了吗？还要再犁第二遍吗？他来到麦田，在顾老六身后站了好一会儿，见他是在笑。长安满脑子问号：爹，爹！声音大了些，正把笑得专心的顾老六吓了一跳，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。他笑眯着眼看向长安，表情还有点被抓包的尴尬。闺女儿，你下次不能这样吓爹啊，年龄大了不惊吓。爹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你说出来一起开心啊！顾老六嘀咕了一句，说出来你可能会不开心。然后把牛从空间里放出来，开始干活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那没什么，那闺女儿你去玩，爹一个人就可以。要不放2个傀儡出来一起干活，反正这里也没人来，有人来也不怕，傀儡跟真人无异，普通人看不出毛病。顾老六觉得长安的建议不错，他们过的是隐居的养老生活，怎么还累得跟头牛一样，太不合理了。然后正在空间里种地的4个傀儡全被他给拉出了空间。